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徐同学的桌游时间。那么前2天呢已经立夏了，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，德国的天气也变得好了。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天气呢，我决定利用今天这么晴空万里的日子，给大家在户外介绍一个经典的卡牌小游戏。这个小游戏呢已经在德国流行了很多年。那它的外语的名字叫做Wizard。中文呢，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有2种不同的名称，一个叫巫师，也就是这个 Wizard 的直译，还有一种呢叫做神机妙算，可能就是对这个游戏的玩法的一种简称和总结吧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之所以在这边流行了很多年，也是因为它还是蛮能够给大家带来乐趣的一个小游戏。同时呢，由于它是这种卡牌游戏，它只有卡牌，所以也是一个旅行的很最佳伴侣哈。那如果你也想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呢，然后对这种卡牌小游戏有兴趣的话呢，那就跟我一起来看看这个游戏具体的玩法吧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它只有1副卡牌哈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牌也不是特别多。那这个卡牌呢，你可以分为2组吧，2大组。一组呢就是普通的牌，那普通的牌呢，它有4种不同的颜色哈，分别是红、绿、黄、蓝，每一种颜色呢都有从1到13这么13张牌哈，所以说每一张牌都是单独的，都是唯一的。那这儿呢就是4乘以13张牌了，那这就是4个不同颜色的牌。然后还有一组呢，就是有一点特别的牌，那它就是类似于一般我们打牌里面的那种王牌或者是特殊的牌，你可以叫做，它有2种牌哈，一个叫 Z， 在德语里面它是 Zauberer， 就是巫师的意思，就是魔术师。那它呢有点类似于这种 Joker， 有点全能，然后可以胜过所有的牌，有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王牌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N 牌， N 呢就是 Narr， 德语就是小丑的意思，它就是一个怎么说最 low 的牌，也就是说它比所有的牌都小。那么这个巫师呢比所有的牌都大，那就这么简单了。这个游戏呢是适合3到5名玩家来玩的一个游戏。那它的这个玩法呢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看成2步。第一步呢就是来下注，第2步呢就是出牌了。那怎么下注和怎么出牌呢？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游戏它给了你这么一个积分值哈，帮助你积分。可以看到从这个积分值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数玩家的情况下，你的游戏的轮数也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这个游戏的最后一轮呢都是把所有的卡牌平分给每一个玩家，所以可以很简单的预测到。那它这里就写了，比如说3个玩家的情况下呢，就是可以玩到20轮；5个玩家的情况下呢，就是可以玩到12轮而已。那第几轮呢，每个玩家就可以分到几张牌，也就是说第1轮的时候每个玩家分到1张牌，第2轮分到2张牌，第3轮3张牌，以此类推到最后一轮多少张牌，根据你的这个游戏玩家数来定哈。然后拿到牌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起始玩家，那这个玩家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，那这一轮是你，下轮是他，然后再下轮是我，就这样按照顺时针的顺序轮流的。那么这个起始玩家就要说，我觉得这一轮我可以获胜多少，这一局我能获胜多少轮。那什么意思？比如说第5轮，每个人拿到5张牌以后，我看了我的牌，我是起始玩家，我就说我的牌特别好哈，因为之前跟大家说过了，这个魔法师呢是可以胜出所有的牌的。那我就可以说，那我有2个魔法师在手上，我觉得我胜算很大，我说我会胜出2轮。那么这样呢，我就下了我的赌注了，下一个人再下他的赌注，每一个人的赌注都下完了以后呢，这个赌注是写在这个积分牌这上面的哈，就不会忘记，不会就是打完了以后说我没说2轮，我说的是3轮，我说是1轮，就不会让你有这个撒谎的机会反悔的机会。然后呢每一个人写在积分牌上呢，然后就开始到了出牌轮。那怎么出牌呢？由起始玩家，就比如说刚才我是第1个下注的，那我就是第1个的起始玩家来出第1张牌。那如果我出这个颜色牌的话，就是这种花色牌的时候呢，
那如果你手上有同样的花色，你就必须也出这张牌。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出任何一张牌，就是你可以出其他的颜色的任何一张牌，或者说这个魔法师和这个小丑的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出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出了这个红色的12，那你手上有红色的，但是你不想出，因为一些技巧原因，你可以出这2张牌中的任何一张哈，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2张牌的情况下，你有红色的牌，你就不能出绿色的或者蓝色，你就必须出红色的牌。那么开始说了，每一个颜色的牌呢有11到13这么13张牌，那数字越大呢，你的就是你就能赢其他的牌。也就是说13是这个颜色里面最大的牌，但是所有的13呢都战胜不了这个魔法师哈，这个 Z 牌。然后所有的1呢，也就是每个颜色里面最小的牌呢都战胜不了，都赢过这个 N 啊，这个小丑的牌。那同时呢，如果我出了一个比如说绿色的2哈，很小了，但是剩下的这些玩家里面都没有绿色的牌，他们出了红色的、蓝色的、黄色的牌，那这个绿色的2呢也是胜的这么一局。这一局这个就算我胜了这一轮哈，就有点像中国的那个打升级哈，你的主牌，那下面你第一个出的，你这个就是你的主牌，剩下人出都是副牌，那主牌永远都是胜利的，这样就这么简单。那这2个牌呢，比如说这个我说到这个魔术师的话呢，它是大过所有的牌，但是如果同时2人出魔术师的话，谁大呢？那就是先出的那个人大。好，这就是出牌这样了。那么出一轮下来，那个最大牌的人就把这些牌收过来，就是你赢了这一轮。那么第2轮就是你出牌你手上比如说有5张牌，5轮出完了以后，大家来比较。比如说我开始说我会赢2轮，在这一局里面我说我会赢2轮，我们总共有5轮，我有5张牌，但是我最后赢了3轮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输了。那首先这个积分呢，所以很重要，就是这个下的赌注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赌注对了的情况下，你直接加20分，同时再加上你赢了多少轮。比如说我下了赌注2轮，然后我赢了2轮，那就是20分加20分，那就是40分。但是如果我下赌注2轮，我赢了3轮，虽然我多赢了1轮，但是我要扣除，就是我没有那个底分20分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要扣除我这个赌注和我实际赢的轮数的这个分差，也就是我最后还要倒扣掉10分哈，就是这样了。然后当然大家可想而知，这个游戏越到后面哈，你手上牌越多的情况下，就越难预计这个分数、这个轮数哈，自己能够下多少注。所以这个游戏呢就是这么简单了，规则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2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。它是一个也可以和就是老人小孩一起玩的游戏，因为不需要太多的这种规则来。就是我父母有时候来德国的时候，我也会跟他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，我也把这个游戏介绍给了他们，他们也很喜欢玩哈。但是呢就是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呢，就是这个游戏呢它可以很好玩，也可以很无聊。如果你们几个人一起来玩牌，大家都很和睦的，每次都是看好了你下了，我们有5张牌，你下了2轮，你下了2轮，我还有1轮，那我就捡这个1轮，大家都计划好的去拿到自己的这一轮的牌，不去跟人家争抢。比如说我看见他出了一个13，那他很明显就是想拿到这一轮但是我手上有个这个魔法师，我想那就让他吧，那我下一轮拿也可以这样的情况下呢，那就会很无聊，因为就大家就所有都能在预计之中。那当然好玩的情况下，就是有一群这种朋友，大家互相的去挤对方比如说我看见你出了13，我明知道这一轮你是想要拿到这个牌的，但是我手上有个这个魔法师，那我就硬是要在这一轮出，然后把你的牌收走，然后让你减分这样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那这样玩下来呢，这个游戏其实乐趣还是蛮大的，特别是到了这个后面的局数，你能
可以就是叫这个下注的时候可以下很多轮哈，比如说你有12张牌在手上，你可以下10轮。那如果你真的赢了10轮的话，你这一轮下来就是120分呐，这个分数就会差的很多。所以它其实还是很有乐趣的，如果你玩得对的话哈。那么今天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也能享受这个夏日的阳光，然后这个疫情呢可以很快的从全球就这样慢慢的消失掉了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